在大大的公司挖呀挖呀挖。唱这么好听，季秘书你不要命了？有当歌手的想法吗？有的话我报警了。没有。身为总裁秘书，此时我端着泡好的咖啡，站在会议室门外，男人的嘲讽声连隔音门都挡不住。一个两个，我要你们干什么吃的？说实话，这策划是不是你们用脚写的？拿去菜市场，路过的大妈都要夸一句好菜，真的好菜。还有这项目书，看了20页，我都不知道你想讲什么。按你这语言组织能力，我去奔丧都不知道谁死了。你这个混蛋！老板正在发火，我是活腻了才往枪口上撞。他可以少喝一杯咖啡，但我不能多挨一顿骂。尿逃要紧。会议结束后，我看到了财务部的程思思，她现在赶过去，真是勇气可嘉。沈总，您要的咖啡。你哪位？谁让你进来的？这是你的工作吗？出去。南慈姐在忙，她让我替她送过来的。打扮成这样，请问你上的什么班？你是多想让警察来抓我，想取代季秘书？可你既没有他好看，能力也不及他1/1000。当然，我并没有在夸季秘书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就像季秘书打扮的比我奶奶还土一样。我也建议你先去查查有没有帕金森和羊癫疯。早该有预料的，沈烨的嘴毒不是1天2天了。沈总，季秘书，你还要在门口站多久？兼职当保安？我给你开7位数的年薪，不是让你来看热闹的。多学学电线杆，时刻清楚自己的定位。季秘书，你平时都不照镜子的吗？穿这么土，严重影响公司形象。笑得真丑，你还不如不笑。沈烨，我去你爹的，这嘴越来越欠了。从办公室出来，我刚走到茶水间，就看到程思思抱着大箱子在收拾东西。她被开了，她看不上我，更看不上你。别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心思，你连给她提鞋都不配。真是不好意思哦，我是北大硕士毕业呢，凭真才实学进来的。哼，也对，哪里比得上程小姐3本毕业靠关系进来的。离职愉快哦，程小姐，靠男人实现阶层跨越，隔行如隔山，我祝你成功。5一假期前一天，沈烨刚出差回来，我开车去接他。哎，季秘书，我手都快挥烂了，出租车都拦下10几辆了，你眼眶子里装俩蛋，光会眨眼不会看。不开玩笑，真想把他毒哑。今晚回去收拾收拾，明天跟我去出差。有没有搞错？明天帅哥约了我吃饭啊。老板，明天5一放假。我知道。我这人除了爱财还好色，那帅哥一口一个姐姐的喊我，我好意思放人家鸽子吗？老板，我能不能不去？不能，除非你不想干了。报复，这绝对是报复！小心眼的大傻迷！我气得把车开得飞快，到了公司门口，他喘着气迟迟不下车。季秘书，15分钟的车程，你超车10次，别车8次，骂人6次，你是有路怒症吗？不为自己想想，也要为别人着想。坐你的副驾有生命危险，我建议你以后不要开车。糟糕，不会又记恨上我吧？刚到了办公室，帅哥就给我发了消息。明天几点出门？我来接你。不用了，我临时出差，我们改天再约吧，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我等姐姐什么时候有空。姐姐出差注意安全，一路顺风。他好乖好体贴，我哭死。这破班我是1天也上不下去了，反正老板不在，让我拍拍他这些破烂，回来都给他发到视频网站上。我现在就把他这些破烂全给卖了，然后拿钱点18个男模。晚上睡觉前，我习惯性打开手机，一看消息99加了，视频竟然火了，看到热评第1。你有病吧？怎么不干脆把我也给卖了？是有什么犹豫的心事吗？我心一颤，这是被抓包了，而且我的昵称还是我的老板是大傻迷，不会吧？应该不会这么巧。然而下一秒，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：季秘书，麻烦明天上班解释一下你的昵称。当务之急，我不得不思考，明天先迈哪只脚，被开除的可能性更小。如你们所见，我的老板他嘴很欠，欠到路过的狗都得挨一顿骂。作为沈氏集团总裁，沈家唯一继承人，他除了长得好、身材好、会投胎之外，毫无优点。江氏媒体对他的评价用8个字概括：商界流氓，防不胜防。宋氏集团公司员工犯蠢，得罪客户上了热搜，沈氏占了大便宜。沈烨用官方号连发3条，落井下石。什么情况，小宋？顾客应该是上帝呀！哟，感谢宋总送来的泼天富贵，
您老配享太庙，看到有一半的网友都在骂，我很痛心。另一半呢？是没键盘吗？气得宋总直接把他拉黑。总结不犯法，但犯贱，能当上他的秘书，可能因为我们是一路货色。老板，陆总那边还在竞争，剩下的事我来处理，保证让他雪上加霜。我这叫正衣冠，效果不显著。季秘书，明天你换身衣服混进去，弄死老陆的那棵树。陆总，别怪我，要怪就怪我老板，实在是给的太多了。祝您的树早日升仙。老陆总请客户吃饭，我溜进后厨，把12道硬菜改成12道黄花菜，成功让合作泡汤。没办法，老陆总只好打道回府。据说那天迷信的老陆总哭得像个孩子。老陆总上了年纪，为了锻炼身体，骑的自行车。我前脚刚偷放了老陆总车胎气，沈夜后脚就开车装偶遇。陆叔，车坏了，真巧，我正好顺路，送你一程吧。好你个老东西，长本事了是吧？这口红印儿是哪个狐狸精的？冤枉啊！这肯定是沈家那个臭小子弄的，真是太缺德了。沈总，横幅拉好了，上面写着11例不倒，陆氏地位不保，够气派吧？嘿，你个小王八蛋！亏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，心眼忒坏了。季秘书干得不错，虽然你土了点儿，但这种没素质的商战，还是你最配合我。我是沈夜，目前最得力的秘书，但是他这个人小心眼，高中那会我和他就不对付，只不过没想到他现在成了我的老板，不想了，爱咋咋地，睡觉。第二天早上，沈夜来了，怎么又想卖我车了？果然是个小心眼。那你还不上来？等我请你。老板，怎么上？先左脚还是先右脚？蹦上来。这结实的触感，该说不说，沈夜的身材还挺好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老板。你闭嘴，吵死了。小赵，怎么开的车？晃得我头晕。沈总，车还没启动啊。这次出差目的是为了和陆氏重新谈合作。怎么是你？没办法，我爸不想看见你。哎，姐姐，惊喜吗？是他。记得那天趁着午休没人，摸到了老陆总的办公室。那什么，我公司保洁来浇水的。别慌，我实习生偷偷摸鱼的。姐姐，用这个浇，死啦死啦地。我心想，这帅哥人还怪好的嘞。后来他提出加个联系方式，我好色，也就同意了。他整天姐姐长姐姐短的找我聊天，约我吃饭，不过都因为我临时有事爽约了。没想到他就是小陆总。姐姐，看看你想吃什么，随便点，我请客。陆明真是完全忽略了沈夜啊，不知道还以为我们两个在约会。真是山羊放了绵羊屁，洋气又骚气。菜上齐了，陆明挑食的把牛肉往边上移了移。凤姐吃樱桃，人丑嘴还刁。姐姐，他对我这样也就算了，不会平时对于你也这么凶吧？女人奔三一枝花，男人奔三老黄瓜。沈总今年26了吧？你可快别说了，没看我老板脸黑得像锅底一样。吃菜吃菜，这鸡腿可香了，多吃点。我听姐姐的。季秘书，别忘了你是谁的人。老板，喝水喝水，您消消气。小气鬼，喝凉水。秘书怎么了？她还是我北大的学姐呢，我们可亲近了。这么爱攀关系，还学姐？你不问问他高中和谁当了2年的同桌？要不是出了点意外，你现在高低得喊我一声学长。真是神仙打架，小鬼遭殃。这瓜真甜。我和沈夜相识于高2上半学期，那时候他刚从国外转学回来。他的出现让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一道鸿沟。当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以后的日子里会和这个富家少爷发生那么多故事。我出生在一个略有知识的家庭，爸妈都是大学生，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，却没有洗去陈旧腐朽的观念。在我出生后，我妈躺在病床上，虚弱地说：“真是冤孽，娶了个赔钱货，还生了个倒霉货。”
于是，在我6个月大的时候，妈妈怀上了弟弟，整个家一扫之前的阴沉，家里变得热热闹闹。弟弟出生后，他们都抢着抱弟弟，却没人想起角落里饿一天的我。我在这样的环境里慢慢长大。你真是一点用都没有，怎么这么麻烦？大清早还要我送你，净耽误事儿，浪费钱。短短10几分钟的路程，那些话却像刀子一样，是我这辈子听过最伤人的指责。爸爸，我能不能也要一点零花钱？你一个女孩子要什么钱？跟你弟弟比什么？真是不懂事。在弟弟无忧无虑的年纪，我已经想尽办法的赚钱，在学习之余替别人写作业、去小区捡垃圾等，时不时回家还要挨顿打。你这个赔钱货，你还有脸回来？天天跑出去丢人现眼，我们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交给不行。直到一次，他们一家3口开车出去旅游，你个死老头子！你这个臭娘们儿，你给我滚！路上因为意见不合争吵，而我弟抢夺方向盘，同一辆货车相撞，2辆车都翻了，无一生还。他们出事后，老太太急忙从乡下赶来，争夺遗产和赔款。你个赔钱货还想分钱？家里的东西全都是我的，你1分钱也别想拿！我冲进厨房，拿着菜刀出来撒泼打滚，比他还狠。谁敢抢我的东西，我就跟谁拼命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终于在我发了狠之后，他分了2万块钱和住的那栋老房子给我，房里其他值钱的都被老太婆给搬走了，虽然不多，但是我终于自由了。我还给自己改了名字，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季招娣，我叫季南慈。季南慈同学，这是你的奖学金。这么多钱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有人承不起我，果然是书中自有黄金屋。我每天依旧很忙，收费帮同学带早饭、有偿补课等，赚的钱勉强够生活。不过我人缘不太好，毕竟我帮他们做什么都要明码收费。包子豆浆一共8块，跑腿费2块，一共10块，概不赊账。他这人缘真差，脸上写满了缺钱，一股子市侩气。嘘，快看成绩单，第1名换人了，空降了个沈烨。这下季南慈的笑话可大了。第1终于换人了，沈烨，你太牛了，终于把季南慈拉下来了。他到嘴的奖学金飞喽！平时那副傲气样，这次踢到铁板了吧？第1很难吗？这么激动，你们没拿过？奖学金很多吗？还不够我1双袜子。嘴这么碎，怪不得你们拿不到第1。奖学金对我们不算什么，对季南慈可是笔巨款啊！他这鞋是促销打折的，30、40块吧？哈哈，该不会2双鞋换着穿，从不刷吧？这么关心我，你们是要给我捐款吗？我不嫌少，谁先来？季南慈同学，根据成绩排名，你去坐到沈烨旁边的位置。抢了我的第1，竟然还分配到2同桌，真倒霉。季南慈，季南慈，你的中式英语还要多努力，听听人家沈烨的发音。沈烨他的英语突出，我和他恰好反过来。仗着他语文底子弱，我天天变着花样用俏皮词逗他。我看你是擀面杖吹火，一窍不通。啊？山羊放了绵羊屁，洋气又骚气。啊？飞机上点灯，高明过头了吧你？他双唇紧抿，被我气得像个河豚。第2天，沈烨恶补了1夜的歇后语，来到教室后提出要和我 PK。乌龟照镜子，瞧你那王八样。柠檬掉进夜舞里，你是又黄又骚，还带点酸。我自然是不惯着他，不过从此我俩也成了对头。哟，这不是季南慈同学吗？你干嘛？我在执行公务，你违反了校规，我要记下来。而我在体育课上报复他。沈烨，引体向上0个。沈烨身高179厘米。你放屁！老子明明要85。好吧，好吧，沈同学说多少就是多少吧。沈烨为了报复我，知道我不会唱歌，故意给我报名了元旦晚会，我也不惯着他，反手就也给他报上去了伴舞。老师，我能不能不上台？我真不会唱歌。你这孩子搁着谦虚呢。
到了元旦晚会，老师才知道我俩真的是卧龙凤雏，我直接破音。至于沈烨，他跳着跳着给自己打起来了，那动作简直不忍直视，台下哄堂大笑。表演结束后，老师在后台看着我们俩，满脸无奈。季同学中气十足，身体好；沈同学不缺钙，骨头硬。你俩一看都是学习的好料子。我填的贫困表被人拿到了班级里传阅。你们看，他也太惨了吧！沈烨，你别跟季南次同桌了，听说他天生克命，谁沾上都会倒霉的。表上一字一句都是我的自剖，他们自诩为正义，劝沈烨不要和我当同桌。我以为他会借此落井下石，但是没想到，见过裹小脚，没见过裹小脑的。脑子空不要紧，关键是别进水。一个个嘴里像去厕所抹了蜜，说话比村头10个老太婆还碎。滚远点！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帮我说话。沈烨这个人好像也没那么烦人了。喷我的时候这么厉害，轮到他们就一言不发。季同学，你区别对待啊！因为他们是我的客户，不能骂。我命令你下次骂回去，骂得好，月底有绩效奖金。好嘞，老板。老板万一克到你，钱归钱，事归事哈。闭嘴，老子有钱，天天穿耐克，克不动。下晚自习，我准备去兼职，听到几个女生在讨论。听说了吗？学校周围有个变态，就在沙街路。今晚咱们走大路吧。你家在哪条路来着？沙街路，但我没空绕路，我要去赚钱。季南次，你回来，我送你过去。9点15上班，迟到扣1半工资，凭什么不从那儿过？就从那儿过，管你是什么变态，挡我财路，我让你知道厉害。还真有变态。我为什么这么穷？因为我拿了大半的钱用来学防身术了，能保护我的只有我自己，以前是，以后也是。教练还说我天赋好，个高劲大，上手快，揍到他告奶奶。我什么也没看见，真的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亲眼看见那个变态想对他动手动脚，然后季同学大吼一声，气势如山倒，变态吓得一哆嗦，转头撞墙上了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谢谢。行了，你们这是正当防卫，做的好事，别慌。那个变态是惯犯。从警局出来后，我不但没事，还得到500块奖金。好的，老板，我这边已经忙完了。老板说今晚的工资照常给我，真是太好了。没想到刚才沈烨竟然帮我说话。沈烨，我请你吃夜宵，你想吃什么？麻辣烫。你别浪啊，放这么多辣椒。我就要放，这样味道更棒。我说我能吃辣，沈烨非要和我比，我让他少放点辣椒，他不听，结果嘴肿得像腊肠，没个人样，厕所去了3趟。那天过后，我们算是握手言和，他也不再早起蹲我，我帮他补语文，他帮我补英语，甚至给我介绍了一份高薪家教工作。周末2天，我能赚500块。我为我之前的有眼不识泰山而道歉，他不是装货，他是我的财神爷。假期最后一天，我在家写作业，我听见我养的狗乔乔对着门吼叫。看我的狗怎么样？挺好，但我也有个狗，巧巧。你这狗这么大点儿，屁用没有？不如我的，它不仅好看，还能保护人。他这是来炫耀他的狗的，也没看出个品种，怕不是杂种。上，他骂你杂种。季南慈，你故意的。谁让你大老远来跟我炫耀？谁跟你炫耀了？小爷是来给你送狗的。什么？那只狗狗是送给我的？哎呀妈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原来误会他了。这小心眼儿应该不会记恨我吧？您坐，吃西瓜。仗义崴多屠狗辈，心狠手辣读书人。生日快乐！今天风太大了，沙子都进了眼，大家都在那张申请书上看笑话，只有他看到了我的生日。我以为没有人会记得，沈烨，
谢谢你。高考结束，我和他并列全省第8。我买了一束花，准备去感谢班主任。南慈这孩子算是熬出头了，稳上名牌大学，以后能嫁个好人家。你说他和沈烨那孩子能成吗？你想多了，他俩能成同桌已经是季南慈占了大便宜，出了社会面儿都见不到。嘴里嚼着那些字句，却不知道从何反驳。明明感觉和沈烨离得很近了，但是又感觉距离还是很远。晚上手机收到消息，沈烨问我打算去哪儿读书。我去北大，你……我屏住呼吸，下意识对他后面的话想逃避。我回复道：反正我不去北大，去英国剑桥。我把房子卖了，前阵子老房子赶上拆迁，10万块，我没家了。这好像也在预示着我们的缘分。沈烨，我们好像天生就不是一路人。季南慈，你是不是填错志愿了？没关系，我有钱，我现在回国行不行？你是不是在北大？我也喜欢北大。不行，我知道这样做很自私，可是我……那个福袋你看了吗？没看。那你拆开看看好不好？不想看。你是真不懂我什么意思吗？不懂，以前不懂，现在不懂，以后也不会懂。季南慈，你是真行。心非木石岂有感，吞声赤吐不敢言。如果我不往前走，就会被黑夜掩埋。而这一年，我18岁，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，自卑与傲气心境。姐姐，等下一块去看电影吧，你就当心疼我，好不好？心疼谁？你一个140斤的壮汉，真是老黄瓜刷绿漆，不嫌害臊。沈总，我可是甲方，已经签过合同了。你是你爹都没用，除非你想毁约，毁约3倍赔偿。你给我等着，我明天就坐沈爷爷门口哭。陆明走后，我们到了停车场。沈总，我自己回去就行了。季秘书，麻烦你看看现在几点？晚上10点，你要自己一个人回家。你出事怎么办？我10年白干。第二天到公司，我和往常一样，把老板的行程透露给那些富婆，趁机赚点外快。毕竟沈烨在他们那还是挺抢手的。为了防止档期撞车，我甚至做了一个排班表，不过好像一不小心排得有点太满了。我心虚的给老板买了个小蛋糕。沈烨看着行程表，眉头紧皱。季秘书，沈氏要破产了吗？没有啊，老板。那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一天要坐2趟飞机去3个城市出差？我是老板，我不是老驴。正因为你是老板，所以这个年纪你要选择安逸了吗？糟了，这是要发火，得赶紧安抚下。来，吃，别生气，生气伤身体。还好我反应快，看沈烨这一口一口吃的，表情也舒缓了不少，看来问题不大。季秘书是发财了，还是良心发现了？都不是，只是发觉应该对老板好点。行吧，行程就按你安排的来。沈烨因为绯闻冲上了热搜第1，当晚他爸妈也打来了电话。喂，沈烨，你个死小子，多大人了还不守信？我在你这个年纪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攒老婆本。第二天，沈烨带我去了一家免税店。我穷，我付钱。沈氏员工的出差福利，我怎么没听过？因为你没当过老板。太赞了，这样的老板请给我多来几个。老板，你人真好。有多好？非常好。虚伪。怎么偏偏这时候来大姨妈了？憋不住了。老板，理智告诉我应该尖叫一声，但现实是看不够，根本看不够，就连肚子也不疼了。老板身材这么好，老板这也是出差福利吗？季南慈，你看够了没有？我知道你爱钱，但没想到你还这么好色。第二天上班，在电梯口和老板偶遇，感觉浑身不自在。季秘书，不
不好意思，刚刚聋了。老板，你有什么吩咐吗？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好。你最起码抬头看我一眼再说。非常好。哼，屁股朝天，有眼无珠。才注意到沈烨换了一套新的西装，尺码似乎也小了1号，将腰线勒得紧紧，屁股也更翘了，不能再看了，再看就要把持不住了。我干脆顶替了总裁办公室门口拖地的保洁阿姨。让你翘，让你勾引我，一闭眼都是沈烨的翘臀，我还不如直接在这儿偷看个够。我拖亮这块地，累死我这双贼眼。你的屁股不是我的意思是，你人还好吧？季南慈，你是不是想气死我？别忘了谁给你发的工资。别气别气，算我求你。作为惩罚，沈烨让我陪他参加酒会，真的可以随便挑。穿你想穿的，你平时穿的太土了。要不还是算了吧。季秘书，我想你还是没能听懂我的意思。我是说，你可以穿任何你想穿的衣服，这是你在规定范围内享有的和其他人同等的自由。我能护住你。确定要穿这件吗？不好看。太好看了，让我觉得我有点配不上你。哟，这不是季小姐吗？好久不见，穿得这么骚。退后，杨经理还是注意和人保持距离，万一流产了可不好说。杨经理，你身上怎么怪味儿？是不是去厕所吃饭忘擦嘴了？沈总别来无恙啊！身体如何也掩盖不了你的行事作风，心思浅浅，格局狭小。还是先想想该怎么跟你妹夫解释挪用公款的事吧。老板，我想请个假去扫墓。我送你过去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去就行。顺便慰问一下员工家属，给你5万，把我带上。也不是不行，我每年都会来，并不是为了祭奠他们，单纯想让他们看看我过得有多好。我还在心里骂，就见沈烨从怀里掏出一瓶茅台，淅淅沥沥洒在我爸杯前，边洒嘴里边咕哝着什么。我一口气哽在喉咙里，你别太离谱，我连张纸都没给他们烧过，到你这儿酒都喝上了，他们对我一点也不好。就当我刚刚都在放屁。说，送你喝了，少的那2口，你找隔壁要去。一向冷静的人，现在又傻又笨，财和色，我总要栽一个，何况他2个都有。当晚，我登上当初让我社死的账号，发了一条动态，我说，假如喜欢上自己的死对头怎么办？第一条评论是嫁给他，狠狠玩弄他。账号昵称是纯情总裁俏秘书。喂，季南慈，这里有个投资，你要不要参与？低投入无风险高收益。听着像诈骗。我这么有钱，至于骗你的？你下来，我当面跟你说。借我10万块。听着像诈骗，转了。做我女朋友，同意的话，你会得到1000万和一个我；拒绝的话，我捐款跑路。如果跟你结婚呢？这太得寸进尺了，我还没敢想。那我允许你得寸进尺一下。那你以后不准再把我卖了。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第一次起，你拿到钱之后会很开心，每次都会请我吃好吃的，我就知道了。You had me at hello， 我对你一见钟情。我也是。沈烨，季南慈，余生请多指教。